今天啊是大年初四，按照咱们中国农历啊，还算是在过年当中。咱们聊点轻松的话题啊。话说大年30晚上那一天啊，我请朋友到我们家来吃饭，然后呢，我发了一个推特，我说年30了，吃点好的，请朋友过来大家吃饭，一起来看春晚。这下可炸了窝了，很多人都在底下骂我，说你这么这个大外宣的本质就暴露出来了，吃点好的还就着春晚，春晚那是大粪坑，能在一起看吗？是吧？我知道啊，春晚在推特啊，在这个海外啊，很多人是非常不认可的，认为它是中共洗脑的工具啊。但是啊，实际上我看春晚和我自觉的被洗脑，和我认可这种洗脑的工具之间啊，实际这逻辑链还长着呢。我只不过陈述了一个我要做的事实。我发现在这个简中推特上，很多人是分不清楚这个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你就比如说我看春晚吧，我这只是一个事实判断，但是呢，和我认不认可春晚的那个所谓的那个传播的理念啊，这其实是没有必然关系的。但是许多人呢，就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了，认为你只要是看春晚，那你就肯定是认可中共的这一套外宣的价值理念。实际上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啊。就比如说我做新闻的，我还看20大报告呢，对不对？那个20大那个江泽民讲话的时候啊，不是江泽民讲话，这个习近平讲话的时候，我还认真看直播呢。但是我看这个直播，并不表明我认可整个的中共的这一套理念，是吧？我也不是中共党员，对吧？但是呢，作为一个新闻评论者，其实你不了解这些，你不认真的去研究这些东西，你也没办法说话嘛。或者说你说出来那东西，那肯定是乱讲的。你首先要了解嘛。今天啊，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啊，我看春晚的感受啊。这里面呢，包括2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的内容呢，就是我看春晚中间有一些还不错的文艺作品，我谈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另外一方面呢，我就通过整个今年的春晚啊，它背后这个意识形态的那个逻辑啊，我读解出来的那个内容到底是什么。您现在听的这首歌呢，叫《我的家乡》，就是今年春晚中间的一个歌舞表演。在这个表演中间啊，有一个男的歌手，他的名字叫艾热，他是一个维族的小伙子。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艾热这几年在这种说唱艺术圈里头还挺有名的。他有一部作品叫《千里万里》，这部作品呢感染力挺强的。在今年的丝路春晚，也就是陕西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他演唱了这个《千里万里》。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来看一下。这个女歌手呢叫阿兰，她是一个藏族歌手，前些年在日本打拼，现在又回国了。她的声音啊特别辽阔，我个人觉得声音听起来也非常美。这个作品呢，它是把这些少数民族的歌手啊都聚集在一起，给人感觉好像56个民族大联欢嘛。但实际上这2个歌手本身的艺术造诣确实本身是非常高的，我都挺喜欢的。就是春晚中间，它的作品其实分为2类，一类呢，它是有一些意识形态的这种宣传的功能的，而有一些呢，纯粹的就是一些文艺作品，而这些文艺作品的水准啊，应该说能上春晚，水平多数还挺高的。你比如说像今年啊，我觉得歌舞类的作品啊，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挺喜欢的。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啊，这个朱静杰演的那个叫《定步桥》，江南水乡的柔美和风情啊，
在那个舞蹈中间真的是被演绎的美轮美奂呐。这首歌舞后来我查了一下，最早好像是浙江温州的音乐学院自己的学生啊毕业作品创作出来的。后来呢，这个朱静杰他们把它改编成了这么一首舞台上的这个作品。当年他们最开始的这个作品呢，就是在江南水乡的定步桥上来跳的，还得了全国的一个舞蹈奖。但是现在呢，在这个舞台上，这个舞美设计的也非常好，比如说用那个 AI 的那个舞美啊，它那舞台前面大家可以看啊，全都是那个清澈的水下的石子都可以清晰可见。朱静杰呢，就我挺喜欢的一个舞蹈演员啊。你看他前几年在央视的舞台上跳过朱鹮，然后去年跳过晨光曲，但是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定步桥啊，应该说是他在过去几年在央视舞台上跳的最好的一个舞蹈，而这个舞蹈呢，也完全有可能成为经典。我个人觉得像这样的作品，其实我们就是平时在其他的演出中间也很难见得到。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满庭芳。满庭芳这个歌舞啊，也挺棒的，因为它其实是演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关于色彩的那种各种各样的词，这些词呢可能平时都比较抽象，然后呢他现在呢把它用一个非常形象化的把它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有 AI 技术之后啊，那背景的跟舞台之间的这种演绎啊，确确实实比过去相比有了非常大的创作空间。他用那个传统的歌舞跳舞的过程中间，背景就渲染出来了那些颜色，真的是非常漂亮。把中国传统的那个艺术之美啊，用这么具象的形式能够表现出来，真的是非常漂亮。第三个呢就是锦绣，锦绣其实我觉得也不错啊，因为他去年大家都知道有一部作品叫《只此青绿》，演出之后呢很受观众欢迎。我觉得他应该是按照相同的路子创作出来的啊，就是叫锦绣，其实都是演绎传统中国啊那种盛唐啊或者是大汉啊那个时期的那个舞蹈啊，我觉得确实也是能够让人欣赏到那种古典中国之美啊。另外这一届的春晚在歌曲方面有几首我觉得印象也比较深刻，比如说这个《百鸟归巢》。这《百鸟归巢》呢是用中国的南音作为基础啊，南音是中国两宋时期啊从北方传到泉州一带的闽南的这种曲调，现在已经被列为联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百鸟归巢》呢用这个南音作为基础，然后呢以现代的流行音乐啊结合在一起，形成创作出来的《百鸟归巢》，既有传统的音乐之美，又有现代音乐的那种神韵，我个人觉得真的是挺好听的。说完了纯粹的艺术作品啊，我们得讲一讲央视春晚的这种宣传作品啊。不可否认啊，央视的春晚它承担着这个意识形态宣传的这么一个功能吧。这每年的央视春晚的每一期节目都是中宣部直接过审的，而且要审很多次。
其实我也知道啊，我也过去也有朋友在央视里面做春晚的导演，他们也给我们讲过啊，其实央视的春晚审的时候级别是非常高的，也非常繁琐，过程中间也苦不堪言。这里头呢，其实又分为2部分啊，一部分就是属于它控制的，它压制的啊。你比如说央视大家都知道，每年都有小品嘛，这小品呢，相声啊，就这些艺术形式啊，它的本质来讲，它的生命力都是以讽刺为主。那么早年啊，那赵本山搞的那些什么那些小品是吧？其实之所以脍炙人口啊，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允许他进行讽刺，包括早期的相声也是如此啊。但是这些年确实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但是他这个尺度在什么地方，允许你讽刺到什么程度，其实是值得观察的。那你就知道他这个整个这个共产党的文宣系统啊，它这个边界到底是收紧了还是放开了？你比如今年的这个春晚啊，那个小品中间有一个叫坑的，是不是？那坑的讽刺的就是一个马科长，是吧？这个马科长呢，他既不是贪污腐败分子，同时呢，只是一个人足于世的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那你就知道了，那他关于讽刺的这个边界在什么地方？第一，你看到吗？他只是一个科长，当然这并不是很重要啊，因为当年赵本山当时其实讽刺的都是一般也都是一些什么乡长啊、科长啊这个级别的，没有太高的啊。但是他讽刺的当时那个东西啊，他要比现在要怎么说，要深刻的多。但是现在这个马科长只是一个躺平的、不怎么干活的，对待人民群众啊应付于世的这么一个人。那这方面他确实是大大的收紧了，这个啊，我个人觉得。然后呢，就整出来一个脱口秀的演员，是吧？其实那几个脱口秀的演员，大家都知道，在脱口秀大会上讲的都不错，但是在今年央视春晚上的表现呢，说白了真的是差强人意。很多人都说啊，这几个脱口秀演员到了春晚上，给人感觉不是来表演的，而是被拉来做人质的。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这个春晚上1分钟你不好好讲，你整个脱口秀这行业今年你都遭殃了，都完蛋了，是吧？我觉得这个讽刺的还挺这个传神的，因为脱口秀的核心说白了就是讽刺。你如果不允许他讽刺的话，脱口秀就没有任何魅力。你只是说一些谐音梗啊，那有什么魅力吗？对吧？但是在春晚这个地方，由于现在这样的一个口径啊，能够讽刺的程度越来越低了，所以今年的这个你把脱口秀的演员拉过来，只是给人感觉这几个人在今年特别火，来过来跟你们见一面，仅此而已啊。这是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他想通过这个春晚啊，他怎么表达他对过去这一年阐释的，或者说表达这共产党的这个价值观输出内容的。这个当年他有啊，有的非常直接啊，唱这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更多的他是通过一些文艺作品来传递出这个共产党如何定义过去的一年，如何定义未来的一年。去年2022年大家都知道啊，中国经历了封城，经历了那么多隔离方舱，然后到12月份的时候放开了之后，全国各地迅速的大家都感染，那么多人医疗机构挤兑，很多人失去亲人，然后呢，火葬场可能都排队，是吧？也就是说，这一年经历了太多。那你想想，春晚这样的一个喜庆的节日里，它怎么概括过去这一年呢？那我就挺好奇的，是吧？那我就看这春晚的节目里头到底有没有关于这个防疫啊、隔离啊、封城的内容。那如果有，它怎么阐释？它怎么归纳？它怎么总结？其实啊，这个里头啊，你体现出来，一方面它是意识形态部门啊，它背后怎么来定调；另外一方面，它怎么给公众洗脑，是吧？也怎么进行价值输出啊？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啊。那我看了这个2023年的春晚啊，我发现啊，就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完全没有，就整个春晚里面没有提及2022年啊隔离啊、方舱啊、封城啊，通通都没有，就是以此为题材创作的任何作品都没有，这挺有意思的啊。还有你可以看一下整个春晚啊，这个基调啊，相对来讲啊，它意识形态的色彩是过去几年相对较弱的啊，没有那种死乞白咧的、气急败坏的
那种价值输出。大家都知道，这个2020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元宵晚会，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指示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从各地方部门的快速跟进到专家医生的全身心投入，还有所有中国人关切的目光和温暖的支持，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已经打响了。这一刻，我们的目光投向北京中南海，党中央正运筹帷幄，指挥我们向病毒发起最后的总攻。特别有意思，大家去 YouTube 上去查一下，这个2020年的这个元宵节的晚会啊，就这一段，你现在在 YouTube 上央视的那个网站上已经查不到了。他自己肯定也是觉得不合适嘛，对不对？但是你想想，这一年，就今年这一年，就整个关于疫情的方面就没有提及，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在我看来，其实在有关部门的眼中，他希望公众对于2022年这一年呢，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呢？忘掉它，不要提及它。事实上，实际上他也知道，在普通的老百姓内心呢，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怨言。而这种怨言，你是没有办法通过一个文艺作品啊，你通过这种所谓的价值观的转换的形式啊，去给大家一个所谓的正常的这种理解和阐释的。你比如说，你现在在讲方舱医院里大家互相帮助，老百姓会认可吗？你讲你在隔离期间，你去给那个隔离的人去送白菜，老百姓会买账吗？不会。所以呢，他们现在采取的措施就是什么呢？他用一个相对比较温情的方式啊，希望大家尽可能的忘掉2022年。这是我看的，就是央视春晚啊，关于这个就是价值观输出这一部分的它的基调。大家可以注意到，每年呢，春晚呢在敲钟前面，主持人的那一段轮流的那个独白，那段独白啊，其实都不是他们自己写的，都是节目组啊仔细写好之后交给中宣部啊去这个审过之后，每个人讲的。这里头你注意到了，就在今年的春晚里头，没有提及党的领导，甚至都没有提及习近平啊。最后撒贝宁在那讲什么？他说，过去的一年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说句心里话，其实这样的总结词啊，其实多多少少应该说，它呼应了普通老百姓过去一年充满怨气的这一年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创伤。这其实啊是这个23年春晚，我个人觉得啊一个比较重要的基调。我看春晚中间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央视的春晚在今年它没有总冠名商，这其实我也是过去40年非常不多见的，应该也是过去多年来的第一次。央视春晚呢，从83年开始搞的时候，一开始其实没有把它当做一个很重要的赚钱的渠道，所以一开始就没有赚冠名商嘛。后来第2年的时候啊，用3000台实行中，那个找了那个叫什么来着，罗西尼啊什么那个钟嘛，他一共冠名冠了7年。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商业化色彩没有那么严，但是后来大家会发现，哇，那简直这个春晚这个地方实际上，这个冠名是广告效应是非常好的，所以它曾经成为广告商竞相争夺的舞台啊。比如说那个秦止酒啊，什么之类的啊。前些年呢，又开始有这种互联网，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腾讯啊，也都竞相在这个央视的这个地方来做冠名商。但今年你看到了吗？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没有总冠名商。最后是谁来冠名呢？最后敲钟的时候啊，是那个梦之蓝酒厂。据说今年啊，央视的这个冠名啊，是由几家酒厂联合冠名。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啊？我个人觉得啊，可能可供解读的空间也有几个。第一个呢，就肯定大家都知道，央视的影响力在下降，央视春晚的影响力也在下降。虽然说这个央视在第2天啊发布了一个统计数据，说是什么各个平台加起来有100多亿次啊，所以又创了历史记录。但是这个数据其实有欺骗性，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抖音上你把它切成碎片啊。然后你那个一个人可能只看了30秒，然后呢，也并不表明央视春晚本身呢
你其实这个本身这个收视率创新高，更何况啊，你在别人平台里头去传播的这些片段啊，你个商业价值没办法体现，或者说你的商业价值都是给了抖音了，给了 B 站了，你真正你中央电视台的你的商业价值是在你自己的平台上，就央视自己的平台这些年的影响力啊，应该说早就是今不如昔了。即便是春晚这样最重要的内容、最重要的舞台，说白了，现在其实跟那个抖音、快手比起来，也真的是不行了。你必须得要把自己的那些节目切碎了，放到抖音上去播，才能获得二次传播的那种效应。真正打开电视机看央视春晚的，我估计现在已经很少了，所以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即便是还看的啊，其实这一部分的留存观众，他的商业价值也变低了。现在什么人在看电视啊？说白了都是一些老年人，就是这个老年人他可能还有看电视的习惯，年轻人不看了。但是老年人和年轻人比起来啊，在这个广告商投放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老年人这部分人呢，他的商业价值低啊，因为他们虽然掌握了遥控器，但是他们不掌握着银行卡呀，只有年轻人才掌握着消费的这个左右的这个权利嘛，所以啊，这一部分的商业价值在迅速的变低呀。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呢，可能也是现在的经济形势跟前几年比起来，也会确实在2023年的时候也不是那么乐观。因为过去啊，有很多企业其实在央视春晚上投广告啊，一方面说白了可能是出于传播的这个角度，另外一方面也是跟央视处理好关系啊，买通央视的一个手段呐，对吧？因为央视每年你这个广告商啊，其实也多多少少有点特权呐。比如二套搞那个每年的315的时候，他要避开自己的大广告商啊。你比如说你抖音、快手，你自己你在中央电视台投了很多广告，变成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春晚的联合什么发布的商什么之类的啊。央视在315的时候就不搞你了，但是为什么今年大家都不搞了呢？就是连自保都没有了呢？可能真的是有点这个有点这个朝不保夕的感觉，就是自己没有能力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你看还哪个企业还能是给央视去做冠名呢？那只能是酒嘛。节目的最后啊，我还想跟各位说几句啊。我们这些人啊，虽然离开了中国啊，但我觉得在文化上就是一个中国人，没有必要否认，也没有必要割舍啊。春晚从83年到现在经历了40年，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说是伴随着春晚共同成长的。我还记得啊，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有春晚的时候，那些电视机当时还不普及，而且都是黑白的。那电视机上面都有一个小天线，如果那个东西要不好用的时候啊，电视乱跳的时候，还用手啊调方向。我们就是在那样一个精神极其匮乏的时代，每个春节等着看春晚。所以啊，当时那些春晚对我们来说，那个节目啊很重要。大家看完春晚的好节目，第二天都要一起议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共同成长起来的嘛。这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记忆。我呢觉得没有必要否认，所以我现在看春晚，除了我刚才讲的那些理由以外啊，其实你说有没有这个文化因素，肯定是有的，我也不回避。而且呢，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可自卑的。那些优秀的文艺作品呢，不管是谁在那儿放，我觉得我都有权利欣赏，不能因为说它是中央电视台放的，我就不看了。这种心态我觉得不健康。有些人离开中国之后啊，从否定中国的社会制度，到否定中国的文化，甚至否定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文化的这身份，我觉得那就过了。比如说，我看在推特上有人说，离开中国之后连中餐都不吃了，觉得西餐才健康，那是不是有点过了？毕竟中餐还是挺好吃的，对吧？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些美轮美奂的歌舞，其实我们欣赏起来啊，其实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更何况你要知道啊，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中国境内的那些艺术家们，他们呕心沥血创造的。他们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仍然能创造出这样的艺术作品，本身也令人尊敬，不是吗？第二点，对于那些有意识形态宣传的那个东西啊，我们尽可以不被它洗脑。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说它洗脑你就必定接受嘛，对吧？
他洗脑的时候，如果你能辨析出来，这就是想给你灌输的话，久而久之你就知道他的套路了。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像这个面对阶级敌人的时候，把糖衣拿过来吃掉，把炮弹给他还回去。那他宣传不但没有起到效果，相反，其实还给你提供了这样的营养，这不多好啊，对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觉得啊，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对春晚这样的这个内容啊是必须要看，因为你只有看了，你了解了，你才能知道这个中共啊它的意识形态的系统对过去的一年是怎么概括的，对未来呢它是怎么展望的。如果你要是这个都采取回避的态度，你做不了新闻评论，你只能胡说八道。那作为我们这个行来说，你只有了解对手，你才能真正的去分析和评论对手。我觉得这一点呢也非常重要。